大家好呀，我是阿林。大漠风沙，石窟壁画，这大概是许多人对于敦煌的想象。然而这座偏居中国西北一隅沙漠中的小城，每天夜晚都上演着无与伦比的美食盛宴。敦煌夜市的热闹程度大大颠覆我的想象，这里如同一场街头美食的狂欢。作为河西走廊上熠熠生辉的宗教艺术圣地，许多中外游客慕名前来。截至7月中旬，敦煌今年接待的游客量超过了370万。白天看古迹，夜晚尝美食。敦煌市打造的夜市集合了风味小吃、特色小商品，还有各种土特产。这里区域划分规整，美食明码标价。街景和建筑处处体现敦煌元素与古典艺术。穿过门廊，一些小吃摊前已经排起了长队。不过这里还不是最火爆的美食区，我们一路慢慢逛，到天色渐暗才是美食盛宴的高峰时刻。沙葱牛肉饼是敦煌夜市非常受欢迎的一道特色小吃，以沙葱和牛肉为主要馅料。其中沙葱呢是一种在西北地区特有的植物，但不像葱那么辛辣，有一点点的韭菜味，和牛肉搭配调拌馅料，二者融合相互提味。你排队就好了。甜胚饮品极具西北风味，像是甜胚奶茶，尤其在甘肃非常流行。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简单，奶茶中加入甜胚即可。这里另一个流行的饮料是杏皮茶。新疆产杏，街头常见杏皮水，敦煌也产杏，这里则叫杏皮茶。其实不管是茶还是水，都是由杏干熬煮的，其中还会加入山楂干、红枣、枸杞等。泡儿油糕是地道的敦煌特色小吃，
面粉制成的圆圆小松糕，其中包入红糖芝麻馅儿，炸到表面起泡就成了泡儿油糕。好那个猪蹄吃嘛。啊？来，最外界看外来，来走啊！外界啊，最后一张都看外来，吃好外道了，往来走。这一片的饭店除了烧烤、羊蹄，还有肚包肉，主打的是驴肉黄面和胡杨焖饼，这两道是敦煌当地有名的特色小吃。不仅是夜市上的各个饭店，走在敦煌街头，大部分当地饭店都主营这两道名吃。作为西北地区的主食之一，馍馍和饼子种类太多了，比如这家饼店就很有代表性。西北的面食讲求的不是外观精致，而是口感上扎实，吃着又香又顶饱。像是糖酥饼、玫瑰饼都是常见口味。一些饼上的绿色粉末是香豆粉，西北独有的浓郁豆香。还有胡麻饼、沙枣饼，在西北以外的地方不常见到。西北地区多用胡麻油，而这里的沙枣同样也是生长在西北的一种小果子。牌子上的大肉指的是猪肉。西北地区生活着很多穆斯林，像是回族、东乡族、裕固族等，是清真饮食。大肉的叫法也是对不同民族饮食习惯的尊重。逛完了刚刚这片小吃区，走出来是夜市的主街。从地图上看，整个敦煌夜市的区域接近一个正方形。这条主街贯穿其中，是小商品一条街，一直向前就会走到最火爆的美食夜市。我们边走边逛。敦煌夜市上卖土特产的商铺也非常多，和新疆有一点类似，这里的杏干、葡萄干卖的都不少。敦煌虽被沙漠包围，但这里的葡萄和哈密瓜产量都不少，还有李广杏是敦煌有名的特产。在视频的后面会和小伙伴们分享敦煌乡间的果园。在土特产街上卖锁阳的不少，这是一种补肾中药材，种植分布主要就在中国西北以及内蒙古的荒漠地区。它可以泡酒，也可以充当食材制作成药膳。锁阳呢？敦煌连同隔壁酒泉市的瓜州县都是甘肃省内著名的哈密瓜种植地，年日照时数超过3200小时。这里生长的瓜甜度非常高。还有敦煌的李广杏是当地有名的特产，以其光泽黄亮、汁甜如蜜著称，一般每斤要贵一些，15元。
这种呢，它是没有。那么它就是随意的发挥它的那种状态，它可能就这种这么奢侈。这里夜市各个摊位上遍布以敦煌壁画为图案的丝巾、披肩、手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等，感觉周遭都被敦煌的气氛包围着。衣带飘飘的是飞天，纹样精细的各种藻井图案，可爱的壁画三耳兔，还有敦煌城标反弹琵琶。这些图案颜色亮丽鲜明，造型很别致，特别有地域特色。鹅脚我都可以吃。提笔了吗？拿来一耙子。啥东西？这一片就是敦煌夜市最火爆的美食区了。白天分布于大漠上各个景点的游客们，到了晚上都集中在这里。这里还有个非常古典的名字——沙洲食艺，其中沙洲为敦煌古名，作为汉代河西走廊上河西四郡之一。这里的美食主打历史悠久的非遗小吃。明码标价，规划和布局也很有条理，少有重复摊位，同时也可以吃到新疆等地的美食大餐。在这里，首先大排长队的依旧是沙葱牛肉饼。面皮在涂了油的案板上感到很薄，第一步要先在每张饼皮上都涂抹油酥。油酥抹平后，接下来放上满满的牛肉馅儿，之后要先放一层葱花，接下来才是沙葱。这样分层放置馅料，吃的时候口感上也会更有层次。这是一家。刚刚出锅的牛肉饼香味扑鼻，饼皮又薄又脆，牛肉内馅很鲜美又多汁，其中还混合了沙葱独特的清香。不过这时候可不能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要小心热气烫口。
年轻化啊，还能加入，不错，挺好。好嘞，谢谢。好。泡儿油糕是由面粉、砂糖、猪油制成的松糕，里面包的馅料是红糖芝麻，也可以做成核桃或玫瑰等口味。表面蓬松如轻纱，并有密密麻麻的小气泡，故而得名。制作的关键在于油、水、面的比例要合适，油温适宜，这样才能蓬松起泡。泡儿油糕起初是甘肃敦煌宾馆根据民间传统方法创作出的一道小吃，后来才流行于街头的。据说这民间秘方是从唐代见风鞘演变而来，最初流行于宫廷宴席。由于会制作的厨师寥寥无几，在街市上很难见到。热的冷的都有，热的冷的都有，好。看到这种圆圆的大铁盘，小伙伴们有没有很熟悉？炒波啦，我们在兰州夜市上也看到过。羊的各种内脏与蔬菜食材一起在大圆铁盘上翻炒。相传这种在大铁盘上的烹饪方式是西汉时期由士兵们用盾牌当作工具改良而来的。酿皮和凉皮类似，但更厚实些，吃起来也更加筋道。与凉皮、凉面等所用的调拌料汁都是一样的。最地道的酿皮需要最地道的调料，有这样一种说法，集齐了西北各地精华：贵德的面、黄原的醋、循化的辣子、乐都的蒜。但不管调料出自何处，香醋与辣子都是灵魂所在。这个大哥，杨鱼吃的猪油酸菜啊，行。现煮现拌的，来尝一下。带菜的，香辣的都有。非常美味，现煮口拌的啊。吃啊，挺快的啊。
敦煌三宝名字取得很妙，它是由3种不同的薄皮尖角或蒸饺组成的，馅料分别是沙葱、苜蓿和荠菜。点单的时候可以选择蒸饺或者煎饺，不过煎饺时间等的要长一些。一个人站了，有一个人有蒙的，然后取餐的全部你让他摇。浆水鱼玉，其中浆水地道西北特色风味，是芹菜、莲花菜等发酵而来的酸汤汁，常用来做浆水面。而这里的鱼玉就是漏鱼，西北另一个特色小吃。其实漏鱼并非鱼，而是凉粉，有绿豆粉也有豌豆粉，通常是白色的。这里的绿色小鱼应该是用了植物染色。面糊一滴一滴滴落在锅中，聚集在一起，如同一群小鱼。黑芝麻做的眼睛更显生动。好，提进老花看一下。辣椒要不要？辣椒1份不要的。好。打包我给你装好袋子。2份啊。再多一下。好，来一块。要不你要哪个？牛奶、酸奶双拼。这个要不要啊？这个也是素的。不，差一点点。红包船要不要？我已经点了。对，我让他们要的1份还是2份？什么意思？大包。
缸子肉是新疆美食的代表，简单来说就是缩小版的清炖羊肉，用搪瓷缸子代替了大锅。缸子中有一大块带骨羊肉，还有胡萝卜、黄萝卜等一起炖煮。胡杨焖饼是敦煌的代表美食之一，羊肉与薄面片同焖，翻滚的汤汁中，羊肉软烂，面片入味。古时候，这里是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人们统称其为胡人。这道传统美食由胡人的膳食习俗做法演变而来，进而得名。驴肉黄面是敦煌的另一道特色美食。驴肉黄面其实分为3部分。香嫩的驴肉，口感软滑的黄面，还有一份温热的拌面浇头，酱香浓郁，香菇豆腐丁点缀其中，3者混合拌匀，滋味和口感都很有特色。除了驴肉黄面，另一个驴肉美味是火烧。驴肉火烧有点像肉夹馍，卤制好的驴肉夹入火烧中。火烧不是馍馍，是皮薄内软的酥烧饼，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其实说到驴肉火烧，最有名的在中国北方，河北省保定和沧州河间一带。驴肉的肉质细嫩，吃起来没有膻味，低脂肪、低胆固醇的同时又含有高蛋白。在牛羊肉纵横的西北地区，敦煌驴肉小吃独树一帜。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句俗语，道出了驴肉在民间美食中的地位。逛了一大圈美食，又回到这条小商品主街。直走，在前方又聚集着很多饭店，主营各类烧烤、炒菜、特色菜。无论在敦煌停留多久，这里小吃遍地，吃也吃不完。而这里的夜市总感觉逛不到尽头。
漠孤烟直，西出阳关无故人。春风不度玉门关。苍凉与悲壮是几千年前这里的基调。如果没有莫高窟，敦煌可能只是个鲜有人到访的边塞之地。2000多年前，从西域传入的佛教率先进入地处边陲的敦煌。之后，隋唐2代，古丝绸之路更是给敦煌带来了空前繁荣和佛教兴盛。石窟与壁画艺术遍布河西走廊。明朝时期，中原政府闭锁嘉峪关，关外的敦煌成了游牧之地，渐渐被淡忘。直到20世纪初，随着藏经洞被发现，敦煌的艺术价值重登巅峰，但与此同时也引来了无数盗窃者。沿黄河向西进入甘肃，祁连山北麓脚下有一条东西约1000公里的狭长地理通道，它就是河西走廊，是中国中原地区与中亚文化的重要纽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打败匈奴，平定河西，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行政区域，它们被称为河西4郡。祁连山融雪滋润着河西走廊上的数个绿洲，良田遍地的张掖古称甘州，因泉水甘甜得名。张掖2字又有张国毕业以通西域之意。酒泉古称肃州，因城下有泉，其水若酒而得名。甘肃省便是取张掖甘州、酒泉肃州2地的首字而成。武威历史中是河西第1重镇，霍去病将军大败匈奴，武功军威，著名文物马踏飞燕就是出土于此。敦煌以及河西走廊似乎总透着一种略带苍凉感的辉煌。现在这里每年到访100万游客，还有异彩纷呈的美食小吃。希望小伙伴们喜欢这次的分享，一份来自河西走廊厚重的美味。好啦，感谢观看，我们下次再见。